那么我们在之前的梦游和鬼压床的视频当中有说到过一些清醒梦，所以说今天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控制梦境好了。清醒梦的话，这个不需要讲吧？这我的被动技能，上班上课的时候就会自动发动。哎，那你别听了，滚！在做梦的过程中呢，知道自己在做梦，这叫做知梦；而可以做到控制梦见的东西或者场景事件的话，这就叫做清醒梦，也就是控梦。那如果是超越梦境的话，那就是超梦了。做梦。如果只是单单的知梦的话呢，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大概有55%的人一生中都会有过1、2次的这种知道自己在梦境中的经历，而只有23%的人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知梦的体验。但是清醒梦的话，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做得到。有些人的话是天生可以控制梦境，而有一些人声称他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达到清醒梦的程度。达成清醒梦的第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需要有足够长的睡眠。其实赖床嘛，那我以后要是上班迟到了，就可以跟我老板说，我是在练习怎么去操控梦境，而不是睡晚了。我觉得李老板会打你。Oh no. 那么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睡眠分有快速眼动期以及非快速眼动期。其中快速眼动期是你睡得越久，每一个周期中的快速眼动期的时间也就越长。而那些我们之前说到过有趣的梦，包括清醒梦，都是在快速眼动期期间发生的。所以清醒梦一般都是发生在睡觉快要睡醒前的几个小时之内的快速眼动期期间。这个我们之前的视频有详细的解释过。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方法好了。一种方法就是心理暗示，或者说让你自己知道说你自己在做梦的方法。比如说像在《盗梦空间》那个电影里面，莱昂纳多他就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陀螺，就是他看到这个陀螺的时候，只要这个陀螺不会停止转动，那他就知道他自己在做梦。而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提醒自己说自己是否在做梦。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比如说你伸出你的左手手掌，然后你试图用你的右手手指去穿过你的掌的中心。如果说你的手指可以穿过，你就是在做梦，对吧？这很简单。或者说就是捏住现实中穿过的话，就是恐怖事件了。如果是的话。或者就是捏住自己的鼻子。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捏住鼻子而不张嘴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呼吸，那么你也知道你在做梦。还有像是在梦中照镜子，就是如果说你在梦中照镜子，你会发现你在镜子中的样子和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样子不太一样。或者就是你可以在梦中看一本书，或者说任何带有字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报纸啊、日记啊都可以。就当你看一个书，你转过头去再看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书上面的文字和你刚才看的是不一样的了。但是这些方法在我看来都没有给自己一巴掌来的更方便一点。你要是不怕疼的话，我可以现在试一下。反正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做出这些行为的话，就很有可能你会把这些行为带入梦中。你一旦在梦中做出了这些行为，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做梦。对，那我应该经常数一下钱，然后什么时候在我钱包里面数出个几千万，就知道我是在做梦了。但是其实这个方法还是挺难的，因为在梦中你经常会认同一些和现实生活中不太符合的现象。比如说在梦中你本来是在餐厅里面吃饭，然后下一秒你就切换了场景，变成了说你在和小学同学聊天，而再下一秒你就发现你的小学同学变成了你的表哥。这一切事情你在梦中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正常，但是只有在你醒过来之后，你回想的时候才会发现，怎么可能说你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就在和别人聊天，小学同学变成了你的表哥之类的。对，在梦里面体验这种瞬间转场的话是感觉很正常，然后醒来你回想一下才会发现就满满的违和感。对于那些洞察力比较强的人，他们经历过清醒梦的次数要比普通人来的多一些，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判断自己是否在做梦。但是如果说你洞察力比较差的话，你也还有第二种方法来帮助自己进入清醒梦。那么第二个办法的话，就是说经常做一下你的梦的日记，就是每当你做完一个梦，你就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来，然后经常读一读。这个方法能让你更熟悉自己的梦境。接着呢，就是再设置一个闹钟，就在你快醒来的几个小时之内的闹钟。当闹钟吵醒你之后，你就醒来后立马再去睡觉。因为在统计上发现，在睡醒后立马睡着的话，相对来说进入清醒梦的几率要高一些。尤其是当你刚刚被吵醒的时候，还记得刚刚梦境的内容的时候，你这时候如果再去睡回笼觉的话，你会更容易进入清醒梦。对，回笼觉确实很容易让人做梦。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但也其实是最难实现的，就是在每次睡觉之前都告诉自己下一次做梦一定会进入清醒梦，就类似自我催眠一样，给自己一个暗示，这就容易帮你进入清醒梦。那么关于催眠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中再说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如何进入清醒梦的方法。如果大家有清醒梦的经历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我们下期再见好了。然后发现并没有人留言，有看到留言的话，说明你真的是在做梦。